男子将1粒碎银放进包子里，然后递给了路边的乞丐。本想悄悄给他一个惊喜，不料却给了一个惊吓。大爷，您饶了我吧，我真的没钱。还给我耍花招，这银子是啥？什么银子？我真不知道啊。陈乾瞬间意识到这银子还给出货事了。小伙子，你初来乍到，最好安分一点，你惹不起他。一个地痞也能算惹不起？地痞也有靠山，在太平镇少管闲事，免得惹祸上身。臭要饭的，今天算你给过了，明儿个若拿不出来劳资，再给你长长记性。还真有不怕死的，谁敢管脏街的闲事？你爹反了天了，敢在太平镇打我，给我上！都别怂，有虎爷给我们撑腰，怕他作甚？小子，仗着有2手功夫就想在太平镇耍横，你今天做了这出头鸟，我保你走不出2里地。听你这意思，是打算让我走不出太平镇？现在知道怕了，今天便叫你知道脏街的手段。知道了，阿丑，动手吧！我这人很怕死，你今天敢威胁我，明天就敢嘎我，所以你得死了。你把周也嘎了，你摊上大事了。小伙子，留个活口，此事还有周旋余地。你把人全都嘎了，若惹来县衙找你，你还能嘎光那些衙门的人不成？得势饶3分啊！你这话真有意思，这几个地痞欺负人家老弱时，可没见你站出来说一句得势饶3分啊！我是个生意人，不愿做赔本买卖。小伙子，你若能收了手，我便给你指条明路，如何？好啊！难得遇见个好苗子，若能听进去劝，便是可造之材呀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一根筋，实在不懂什么叫得势饶3分，只知道得理不饶人，斩草要除根。年轻气盛，锋芒太露不是好事。你再废话，我也不介意多嘎一个。你小子够狠！客栈里的跑堂小二顿时提着2桶清水，把街面给收拾干净了，手脚麻利，似乎不是第一次做这事。行家啊，没看出来您老这还是家黑店？就不知你还敢不敢进我这家黑店？不敢。好小子，胆大心细，是个能成之才，你可认识此物？不认识。少废话，给我进来。所以这东西叫巡视令，你是监察司的人？如何？可有兴趣到监察司当差？见过强买强卖的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要强行给编制的。你为何要找我？看你小子挺机灵的，我如今年纪大了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放心吧，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嘎你还用不着下毒。这老当挺狂啊，看着像个高手。先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您老接着说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是都告诉你了？就完了吗？您这不就等于啥也没说？所以您老到底为什么看中我了？因为我看你有点良心，却也不是愚善。只要把你小子养好了，也算是个可用的人才。我再琢磨琢磨。月俸5两，佩玉鳞刀，掌生杀大权，愿不愿意？给句痛快话。您这待遇确实不错，不过我也有2个问题。咱们这监察司平日里都要做些什么？监察司就是替圣上监管江山，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全都在咱们管辖范围之内。在监察司当差有武功学吗？只要你小子他是当差，想要什么武功，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，甚至一流武道圣地的绝学，监察司都能给你弄来。老爷子，要不您吃2口菜？我看您也没喝啊，咋还说上胡话了？再强的门派也得明白一个道理，朝廷才是最大的门派。要不还得是老公务员，觉悟就是高。你小子哪来这么多怪话？给句痛快话。行是行，不过我还有个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最好一次说完。刚才嘎人的狠劲儿呢？刚才只是迫不得已，仗义出手，以绝后患。您看我这初来乍到，身上也没什么钱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找着。好说，肯定是包吃包住包分配，这事我派人给你安排。我的意思是，能不能先预支几个月饷银？你拿了钱扭头就跑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头子我的差事就是给监察司物色人才。太平镇地广人稀，难得抓着你这么个中用的，踏踏实实跟老头子吃皇粮吧。这是要强塞铁饭碗啊！我还有最后一件事。说吧。脏街怎么走？出门向西，一路走过去，看到地痞拦路的地方就是脏街了。我的老牛先压在您这儿，我去就来。脏街的老虎本事一般，但他身边有个9品护卫，你小子未必是他对手。以后你是监察司的人，想永绝后患，不急在一时。这就被他给看穿了，现在看来还真是个高手。要下雨了，把伞带着。周三刀那小可爱死哪儿去了？虎爷没见着老三，许是出去找活了吧？这个小可爱在自家厂子还借账不还，要不是看在他姐的份上，老子打断他的狗腿。虎爷，您消消气，老三脑子机灵，下手又够狠，10几两银子的账他肯定能平。虎爷，
你特喵的办事毛毛躁躁，要是冲撞了虎爷，我弄死你！虎，咋了？不会说人话了？打听个事儿，在座的哪位叫虎爷？真是稀奇，这年头还有人来脏街寻死。就是你嘛！我不寻死，只是来跟你聊两句。给我站住！敢来脏街！你还真是个不怕死的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周三刀是你手底下的人吧？他被我嘎了。周三刀算是比较能打的，竟被这小子给嘎了，快去通知李放，一个废物，嘎就嘎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好说，第二件事，我送你去见他。虎爷死了，他把虎爷嘎了，大侠饶命！我家上有病重老母，下有3岁幼，求大侠开恩啊！你已经嘎了他，就没必要嘎我们了。好啊，别说我不给机会，你们也算是熟人，互相指认一下，哪个做过该死的事，指出来吧，指一个人出来，说清罪状，一命换一命。这群地痞互相看了看，还有些犹豫，能混到虎爷身边的哪个没干过缺德事？我耐心有限，你们不说，我帮你们。大侠，他天天欺负孤儿寡母，还强占人家的院子。你特喵的放屁！这事儿我们都知道，后来下套将人逼死了，你敢说没有这事儿？我敲你挖！你两个走吧，这下少了3个，你们的机会不多了。他就一个人，怕他个卵！大家一起上，宰了他！能走出多宝方，看来我那位主顾已经被你嘎了。不如咱俩当作从未见过。那家伙虽然惹人憎恶，但我也要靠他给的钱过潇洒日子。你嘎了他，我以后还怎么逛窑子？或者你可以试试白嫖。记住了，嘎你的人叫李放。九品就这本事，能接我一刀，你很不错。小小的太平镇竟还藏着你这头猛兽，着实出乎我的意料。兄弟，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吗？其实我有点好奇，九品都像你这么弱，还是说你这样的是特例？口无遮拦，只会让你死得更惨。谁死还不一定呢。九品高手的真气竟然比我还弱，方老头拿我开涮呐！要嘎这么多人才能过上安稳日子，这世道真难啊！下手够狠的，狠一点好，心黑手狠，才能在监察司站得住脚。大爷，这小子看着被懒，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性子。您招他进监察司，等他知道您是个什么人，扭头把您也嘎了咋办？等到那天，说不定我已经老死了呢。你跟上去看看，别叫他出了什么事。哎，我这看人的眼光依然是宝刀未老啊！怎么了？难不成跟丢了？他绕路回了多宝方，估摸是忘记掏取虎那帮人的家底了。记得把这里收拾干净啊！就我自己吗？不然我留下来帮帮你。不用。好小子没出息的德行，这是掉钱眼里了。这头牛从不吃草，它只吃红烧牛肉。这天路过一包子铺时就不想走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换换口味儿？小兄弟，您看连牛都知道我家的包子好吃，买2个尝尝吧。你个吃货，现在还吃上包子了？那老头子就给了张画像，让我自己找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去哪儿？也对啊，这里的消息肯定灵通，吃包子的牛就是聪明。后来果真在这里找到了画像之人。为什么要追我？阿丑，给我搂他！飞牛在天。你最好别乱动，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散。放你娘的屁！这种骗人伎俩都是老子当年玩剩下的。那你走2步试试，放心，我不追你。你们监察司找我，无非就是为了祁龙山秘宝，姐要拿来，我跟你换。我怎么信你？你只能信我，不然你要如何交差？带你的脑袋回去就能交差。这就是祁龙山秘宝。这什么破烂玩意儿？你不知道吗？薛百川说是祁龙山秘宝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这东西才嘎他呢。什么祁龙山门派都灭了，此人作孽多端，上头只是腾不出手来嘎他而已。我还以为真是宝贝呢，原来是破烂。那倒也不是，早些年是有这个传闻。一晃都加入你们5年了，也没见你传我点什么功法，你也不想我以后出门丢了监察司的脸吧？我准备，明日来拿吧。你这次最好别糊弄我，否则我就罢工几个月，累死你这老家伙。祁龙山大玄余孽，风雨飘摇啊！大爷，他们来了，去叫那小子过来一起见见吧。方大人，好久不见，您老身体可还硬朗？都坐吧。方大人，家父对您很是记挂，时常会说，若是方大人还在，如今的大理将会是另一副光景。有劳令尊费心，照相进来可好？托您的福，父亲身体无恙，还能再为大理谋划几年。方大人，老头子已辞去官职，现在担不起这一声方大人。赵公子的来意我已明白，这样喝完一杯茶，咱们再接着往下聊。怎么，怕我下毒？
你小子来尝尝。你这破店只有茶汤，哪有真正的好茶？差不多得了，在外人面前给你留点面子。你小子跟那头只知道吃喝拉撒的懒牛一样，能尝出什么好坏？果真是好茶。陛下快死了吧？方大人，您这话，我离开时曾经说过，若无大事不要来找我。他还有几年可活？宫中昨夜才传出的消息，也许就是这1年半载了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？自您离开监察司业主之位，空悬10几年，小侄斗胆，想借业主令一用。可惜你来得太晚了，业主令并不在我手里，毕竟我已退了下来，怎好再把持监察司大权？传出去以为我这老头子有不臣之心，国师怕是要拆了我的骨头啊！方大人，您就莫要与小侄开玩笑了。谁不知道监察司上下以您马首是瞻，业主之位空悬，连陛下和国师都难以左右，全因您老尚在，没人敢接这蛋打。只要您借业主令与我一用，当年之事亦可。老公子，我已经一把年纪，对很多事情不再执着了。今天全当你来探望我这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，其他的事不必再提。可是几位远道而来，稍后一起吃顿便饭，让老头子我略尽地主之谊。方大人，小侄就不打扰了，忘了请教，这位兄台是？我是店里打杂的。他叫陈乾，老头子我自己寻的徒弟。原来是方大人的弟子，在下赵兴。陈兄弟，以后我们多亲多见，叫人去打听打听，监察司有没有一个叫陈乾的人？公子，相爷那边，此事还需再三思量啊。大事将近，监察司不肯表态，全因方独州这老家伙当年站错了队，他支持的三皇子一脉全然没了希望。但监察司却是把好刀，谁能拿下，谁就多了几分胜算。但此事与那小子有何关系？跟在业主身边，被他亲口承认的弟子，不会是个普通小子。我怀疑方独州很可能想要培养衣钵传人，那陈乾搞不好就是下一位业主。我这就去调查清楚。原来是业主大人当面，真是失敬失敬。你小子怎么看？刚才来的应该只是小喽啰，不是大麻烦。那是赵相的幼子，愣头青一个，哪怕是他背后的赵相，也不算什么大麻烦。真正的大麻烦还要等到地允之时。难道要争位？不错，皇帝没了，总要选一个新的。这种大事我掺和不起，你若是早点告诉我真相，当初我也不会加入监察司。是不是怕了？现在想走也来得及。来得及个屁！你当着人家的面说我是你徒弟，这事儿我百口莫辩。不论其他人当不当真，我都被你这老头拖进泥潭了。你还真是够能忍啊！业主不就是监察司的首领吗？做过这么大的官，您老连句风声都没漏，真是佩服。是不是羡慕了？其实这个位置可以让给你坐。你记得按时喝药，还能多活几年，可别病死了。你小子别忘了，你那手艺术都是我教的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个道理你没听说过吗？走了。这臭小子！大爷，钱哥儿说的对，您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，是该好好喝药了。把药给我端过来。7日后的清晨，方老头带着一个小姑娘回到客栈。陈乾心中知晓，若无重要之事，老头子绝不会轻易离开太平镇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丫头也住在客栈，你们叫她燕北就好。求您救救我父亲！我救不了他，若他成功，就不需要我去救；若他失败，谁都救不了他。我听说过您是大黎最厉害的高手，您一定有办法的，我求您了。此事需要的并不是高手，1品2品皆不参与皇权斗争，2品以下只能谋心不可谋利，五夫祸国，此乃大黎之忌讳。如今局势尚未明朗，谁都不能打破规矩。那您认为眼下该当如何？皇权更迭之时，苦思无益，继续等便是，等到尘埃落定为止。听到这话，燕北不再开口，起身去了楼上。臭小子，陪老头子出去走走吧。钱哥儿，快去吧。老头子我叫方独州，你要记住这个名字，待我死后葬在太平镇，墓碑上可千万别刻错了。好端端的说这晦气话做什么？你这次回来以后可己愈发厉害，莫非你与人动过手？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你能有多深的城府，怎么终究还是憋不住问出来了？是谁打伤了你？我替你报仇。你这点微末本事，连自保都很勉强，就别去找死了。教你的武学之道，你一定要牢记。我当年传你麒麟镜，为你安排诸多武学，便是为你铺好一条更强的道路。老头，你这是在向我交代遗言。你从前一直想学我真正的功夫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便把压箱底的东西全都交给你。至于能学多少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你现在还是7品，等到了6品，你也就有了些许自保之力，我死了也能安心。马上就是新年，别说这种晦气话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就算是上3品都逃不过这一劫。你小子的易容术还得再练，遇见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真假，破绽太多了。知道了，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吧。等我死后，客栈就交给小鱼，这里是监察司的一处联络点，他会继续经营下去，好歹有个营生。以后若他出了什么事，你看在多年情分上能帮则帮，帮不到也是他命该如此。燕北那丫头身世复杂，却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我走了就由你照顾她。我不擅长照顾孩子，你最好再活几年，自己照顾她。我的面子还能管个1年半载，等我死了，
起初不会有高手来找麻烦，以你的本事可以随意打发。朝中争位之事与你无关，快则半年，慢则2年，基本能够尘埃落定。你只需要在他18岁前保住他的命，未来无论谁做了皇帝，都会有人接手此事，往后自然与你无关了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至于监察司这边，我已将你的文书送到可信之人手里，司职那里还空着。你若有意，未来自己爱写什么写什么，哪怕你想当业主，只需要一句话，自然有人会帮你。这是我给你留的一个选择，若你不愿，那就全当没听过这话，以后不要再理会监察司的烂糟事了。这不会就是业主令吧？那你可就害惨我了。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业主令，业主是人，不是一块破牌子。我在世之时，方独州便是业主，等我死后，你可以是业主，燕北可以是业主，只要有本事，谁都能当这个业主。我这一辈子做过许多大事，但最让我骄傲的却只有3件小事，其中1件便是临死之前捡了你这小子，将我一身本领传了下去。到了下边遇见几位老友，也敢吹嘘自己收了个好徒弟了。老头一定还有办法。人世一趟，落个善终，值了。没过多久，方老头还是走了，身后是只有陈乾和于小二为他操办。钱哥儿，你要想开心，大爷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，到老能有个善终，也算是老天爷瞎了眼，网开一面放了他。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，老头子临死把你托付给我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叫陈彦北，若有外人问起，便说是我的妹妹。于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18岁跟在大爷身边伺候，干了几年文书，又做了这么些年跑堂的，如今终于熬成掌柜，当然要把客栈开下去。于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钱哥儿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大爷既然到死之前都没有告诉你，那我就不能说。于哥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便直说了。老头子教我的那些东西，我练得如何，你应该清楚。他接回燕北之前的那身病根，若是按着我开的方子喝药，再活10年也不成问题。人都走了，还说这些做什么？那人断了，老头子10年寿命，我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得想法子把这10年讨回来。我再问一次，是谁打伤了他？你别问了，是林听白。大黎国师林听白，他是几品？他是3品啊。钱哥儿，大爷当年就是败在他的手下，拖着断腿离开了地京。大爷不说就是不想你去寻死，你想找3品报仇可能吗？那是咱们练一辈子都翻不过的高山啊。没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人都会有老的那天。但3品五福不同，气血不衰，到死之前都不会退步，就算他老了，也是能保持巅峰状态的3品高手。那我就打死他。说完这句话，陈乾的目光忽然一动，转头看向山林深处。于哥，带上燕北，走。你们去追，我拦住他。老头子，你还说能管1年半载，这才刚下葬，就有人忍不住了。以后到了那边少吹牛逼，太丢人了。那丫头身边果然还有高手，撤。钱哥儿，要不我向监察司求助。太平镇不能待了，你有什么好去处？钱哥儿，这是大爷留下来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想要离开太平镇，看完这封信再做决定。老头子想的是比我更远，他让我们去渝州，渝州离着这里有多远？2000多里，几乎要走到大黎边境了。确实够远，只要路上小心点，在那里藏个1年半载不成问题。既然老头子指了路，明天就出发吧。钱哥儿，你这一走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到了外边，你可千万不要逞强。燕北的身份特殊，若是不可为，就将他交出去吧。大爷欠的人情，不该叫你来还。你们一个二个都不敢直说燕北是何身份，难不成他还不是人了吗？他的身份再特殊，无非就是皇亲国戚，碰巧家里有人想要争权夺位，只要我待他多好，这种麻烦算得了什么？能让大爷如此挂心的事，绝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总之，钱哥儿，你要优先顾好自己。老头子的遗愿是叫我照顾他几年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钱哥儿，记住我昨天的话，你要当断则断。知道了，照顾好自己。等到了渝州，我会想办法送信给你。信就别送了，不要泄露你们的行踪。行啊，你有长进，这是我自己配的毒药。理论上来说，5品之下处之必死。这一瓶若拿来嘎寻常8、9品的武夫，够你嘎上180个了，留着防身。万一我不小心碰到了呢？放心，早就替你考虑到了。这种猛毒本不该有解药，我特意为你配了2颗，省着点用。钱哥儿，保重。你也是。现在是2人一牛一江湖，带着燕北一步步远去。于小二站在原地看了许久，直到再也见不着他们的身影，这才抹了抹眼睛，转身离开。于大哥让你当断则断，你为什么不听他的？方老头对我不错，他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，只要不会害我丢了小命，我都会尽力照顾你。如果我父亲输了，会有很多人来嘎我。万一赢了呢？凡事都会有好有坏，未必就是坏的那一面。如果他赢了，就会有更厉害的高手来嘎我。
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吧。好好休息，明天路上说不定还会遇上什么事儿呢。一把长剑从天而降，吓得众人不地不起，甚至有人直接被震飞几米开外。就连客栈小二上菜都得绕道行走，普通百姓更是连看都不敢多看。那都是什么来头？别瞎打听，不想活了。原来就在几天以前，兄妹二人锅里正熬着红烧牛肉，随着一声牛叫划破了空气的宁静，几位武夫垂涎欲滴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心善的小伙子将本就不多的吃食分给了他们。不知二位要往何处去？顺路的话，我可以为二位护送一程。谨慎的小伙为了不暴露行踪，便拒绝了。不久后，终于找到一家客栈，门口却拴着几只熟悉的马匹，正是荒野偶遇的那几人所成。我们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兴许是巧合，进去再说。只见店内坐着的都是些江湖打扮的武夫，那几人的确也在其中。看到兄妹二人进门，似乎想要提醒些什么，却被身旁一个中年人给拦住了，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。男子用眼神示意小伙尽快离开，莫要趟浑水。其实小伙已经察觉到现场气氛怪异，众人眼神都有些不善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冲突。这世道可真够乱的，连毛都没长齐的娃娃也要拿刀了。我看大力士迟早要完啊！小丫头，把刀解开，让我看看。一把破刀有什么可看的？解开，让我看看。边北做出了最好拔刀的姿势，同时小心地看向陈前，有些询问之意。陈前示意他不用惊慌。小丫头耳朵聋了不成？见汉子不依不饶，准备靠近，陈前开始运功，随时准备出手。这位朋友连孩子的刀都要抢，既然这么喜欢刀，那你看看我这把如何？汉子扭头一看，刀鞘雕刻着水浪的符号，脸色微变，却还是强撑面子冷笑。我倒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原来是苍万帮的，这里可不是你们苍万帮的地头，想拿名头压老子，叫你们帮主来再说。这二位与此事无关，都是过路人罢了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放过他们如何？我这朋友喝多了，你有怪勿怪，咱们走。无妨。在下苍浪帮陈新年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多谢好汉出手相助。顺手而为算不得什么，我看二位不像是江湖之人，为何要带着利器行走？如今这世道颇艰，带着兵器本是为了防身，却不成想险些惹出祸事，实在是无奈啊。他看了眼陈前，又看向燕北，他知道燕北怀里抱着把好刀，不小心露腹才惹来了贪婪觊觎。2次见面也算是缘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二位不嫌弃，便由我来护送一程。此事倒也不急，在下却有一事不解。我见诸位聚在此处，神色多有凝重，就不知这渝州境内是发生什么大事了。江湖武夫凑在一起，无外乎名利2字，不过就是一些江湖传闻而已。阁下可曾听说过祁龙山？听到祁龙山，陈前心里微动，却还是保持了镇静。未曾听过。这祁龙山是100余年前的大玄第一宗门，江湖上一直有所传闻，谁若能得到祁龙山的传承，谁就能勘破长生之道，练成武仙。近日这不又有了秘宝的消息，许多人便来凑凑热闹。原来如此，倒是个有趣的传闻。陈前与燕北匆匆吃完，便告别陈新年，离开了客店。少帮主不过是个野小子，您何必如此看重于他？荒郊野地却能让身边那小姑娘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牛肉汤，应该是个好人。这年头好人已经不多见了。刚刚那人是不是认出了玉灵刀？玉灵刀是监察司的身份象征，江湖人认的也不稀奇。但那家伙若知你拿的是监察司的玉灵刀，只怕早就吓破了胆子。他不过是见你宝贝这把刀，见财起意，想要嘎人夺宝而已。都怪我没有把刀顾好。这不算什么大事，那些人只有苍浪帮那个中年武夫达到8品修为，余下俱是9品，就算动起手来，把人嘎光也不会走漏风声。那个叫陈新年的不是坏人，你连他也要嘎吗？你要记住，方老头的遗愿是让你活下去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此次祁龙山秘宝的风波，竟是连这种边缘郡城都卷了进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说不定这种江湖风波反而能替我们掩盖行踪。再行一段路，找家客栈休息一夜，明日再走。终于到了客栈，算算时间，他已经10几天没有正经洗过澡了，每天餐风露宿，还要练武。燕北洗完澡，坐在床上认真地看着陈前，毕竟赶路这段时间朝夕相处，认识也快有1年。这方老头的弟子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东西？燕北回过神，默默躺到床上，在外面苦了多日，突然有床能睡，他反而不太习惯。等到了渝州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找个不引人注目的营生，老老实实待几年。然后呢？然后也许会带着老牛去外面到处走走看看。有没有想过以后去地京？地京风浪大，我就不去了。至于你，等熬过这一劫，你愿意去地京，自有人会接你去。你就没听说过风浪越大鱼越贵吗？燕北背对着陈前不再说话。没过多时，盘坐运功的陈前忽然睁开双眼，身形一闪便飘到了窗前。只见客栈楼下有一道道身影快速掠过。什么牛马也敢凑祁龙山秘宝的热闹？给你3生时间，滚！若我不滚呢？那就去死！双手快剑，你是8品5品榜上的武夫封侯剑左离。既然听说过我，该滚的人应该是谁？祁龙山的传承人人都能练，不如大家联手，
拿到以后一起参悟。这话不必跟我说，人就在客栈里，你叫他把东西交出来，此事还有的商量。给我进去搜！正在熟睡的烟北被这一声给惊醒，他翻身而起，马上抓住摆在床边的玉灵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但咱们有机会真要去庙里拜一拜，运气着实有些差了。应该是有人得到了宝物，就藏在客栈里，正巧被我们撞上了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把玉灵刀给我，希望监察司的面子管用。他想着设法调停此事，否则又要嘎一地的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客栈楼下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：监察司办案，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杀无赦。听到这个声音，陈前愣了愣，烟北也是一脸懵，显然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没想到还能遇见同僚，你接着睡，我去看看热闹。你说你是监察司的人，凭证呢？监察司办事还需要向你一个江湖人交凭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个假货。为什么？我好歹在老头子身边当了几年的差，知道监察司办事的规矩。若真是监察司的人，面对江湖武夫质疑身份，直接拔刀便是，除非不打算在大理混了，否则见了玉灵刀，不想死的就会闭嘴。若你是冒充监察司的歹人，押送官府也算是大功一件，我自要问得清楚一点。对啊，你说是就是，当我们是傻子。认得这刀吗？玉灵刀。监察司的玉灵刀是以独门手法锻制而成，刀身如玉，带有鳞片一样的刀纹，每把刀都有特殊记号。我也见过一柄真货，你这是真是假？拿来看看便知。玉灵刀出鞘就要见血，你想看拿命来看。诸位消消火气，怎么又是他？在下沧浪帮陈新年，各位深夜来此扰人清梦，往后怕是会让大理百姓更加厌恶我等江湖武夫，不如给沧浪帮几分薄面，叫小子居中调停一番，如何？陈笑风是你什么人？正是家父，原来是沧浪帮少帮主，那就给你这个面子，你想如何调停？这位朋友，你势单力薄，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恐怕走不出这客栈了。不如这样，你将玉灵刀拔出，诸位看过以后确认了身份，若还为难于你，沧浪帮定会护你离开。那就给你这个面子。不错，这正是玉灵刀。陈少帮主，我给你们沧浪帮面子，不代表你可以拿我当傻子。此人亮了玉灵刀，却又急着收回，摆明是有所心虚，恐怕那就是一把仿造品。这件事你调停不了，莫要再多管闲事了。左大侠说的对呀，你说是玉灵刀，那就是玉灵刀，我还说我是你爹呢。监察司手握生死大权，玉灵刀出鞘就要见血，可不是一句空话。诸位都是想要祁龙山的长生之法，何必要在这里断送性命？不管他是不是监察司，也不是我们能够开罪的。这话让一些有脑子的江湖人士冷静下来。倘若真是监察司的人，他们就算有几条命都不够死。祁龙山秘宝就在此人身上，别管他是什么身份，今天都必须把东西交出来。你们沧浪帮莫非想要独吞秘宝？好大的胃口，就不怕把自己撑死了？我们沧浪帮对于祁龙山秘宝没有多少兴趣，只是想劝诸位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江湖事，江湖了，不必惹到监察司介入，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除了丢掉性命，还能有什么好处？这位兄弟，你觉得呢？你这人倒是有趣，和这些废物不太一样，东西便送你了。他忽然将一块破布扔给陈新年，随后化成一抹白影，速度快到连左离这个五品榜上的八品都没反应过来。他刚才往你怀里塞了什么？就是这东西，秘宝在他手里，把它拿下。少帮主，你先走，这是我惹的事，不能让你们扛。那人想陷害我们沧浪帮，去你喵的沧浪帮，动手！此时一股凌厉气浪从2楼涌来，轰的一声震碎了地面，好几个江湖人当场被震得站立不稳，翻倒在地。就连2个8品也是一惊，他们都感受到了那浑厚的真气。破线高手6品，一柄大刀从天而降，立在空无一人的大堂中央，刀身润泽如玉，布满鳞片刀纹。玉灵刀！一众江湖人士几乎退到了门外，被吓傻的众人看向那把长刀，表情紧张到极点。左离盯着玉灵刀看了几秒，额头立马渗出冷汗。不知是哪位大人亲临，多有得罪，万勿见怪。此时客栈内鸦雀无声，因为没人看清那一刀究竟是如何落下的。玉灵刀出鞘就要见血，谁知道那位监察司的大人是个什么脾气？这位大人若是也对祁龙山秘宝感兴趣，东西我们可以让给您。没错，大人若是感兴趣，这秘宝也有您的一份。少帮主，快走！陈新年痴痴地看着那把玉灵刀，他不知为何竟觉得有点眼熟，这刀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大人，今日之事应与监察司没有干系，不知您能否行个方便？这次寂静的客栈内响起了如同在4面8方同时传来的声音，分不清具体方位。赔偿店家的损失，全部绽放个10成后再滚。今天你们赶上，我心情好不想打忍，下次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多谢大人，你有何打算？派人放出消息，沧浪帮少帮主得了秘宝。你真以为那小子会把宝贝交给沧浪帮？那不重要，现在这个局势把水搅得越浑越好。若是陈新年死在这里，沧浪帮也无法置身事外，到时候局势乱了起来，正是趁乱得利的机会。那好，我会派人散播消息，客栈里的那位闭嘴，不想死就把这件事忘了。都不要了。干嘛不要了？就那么丢在外面，万一被人捡走怎么办？
那是玉灵刀，哪个有胆子敢捡？刚才你为何要帮他？是你说的，他虽然笨了点儿，但也的确是个好人。既然如此，他就不该死在我的眼前。切，睡觉。明天一早我就把刀拿回来。接着说啊，那刀是什么来头？别瞎打听，不想活了。几个聊天的客人看了一早上，都很好奇究竟是谁会取走这把玉灵刀。便在这时，大堂正中央的玉灵刀忽然颤抖2下，就像被一股无形力道提了起来，旋转着飞出大门。再有几日，咱们就到渝州城了。男子每天都会背着一块石头去上班，并且后面还有专人拿着大铁锤。此时店外已聚集多人等待挑战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节目表演。这是全城生意最好的一家武馆，天天有人上门闹事，生意却是异常火爆。而旁边安泰祥和的门店却是无人问津。师傅，我觉得是您的定价太低了，别人瞧着不放心。价格低了，反倒是我不对了。您就没发现咱们武馆开了1个月都没人上门踢过馆吗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，没人踢馆也有问题嘛。武夫开门做生意不像其他行当，只讲究一个和气生财，而咱们这行有些名气是靠打出来的。那我去约几个人上门来踢馆，实在不行，咱们花钱雇几个。师傅，这就太丢人了。我行走江湖这几年，从未听说过约人上门踢馆的，还要花钱雇。你懂啥？这叫商业思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好奇的声音：你们这是新开的武馆？没错。学费多少？你们教什么的？什么都教，学费每月10个铜板。这么便宜？那我先交半年的。行，概不退款。只要你们教真的，我肯定不退。万事开头难，咱们这也算是迈出第1步了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师傅，您别太乐观了，我怀疑他练几天就要找我们退钱。那又如何？不是都说了概不退款？陈新年一个傻笑，想起1月前客栈密宝一事惹祸上身，江湖人都以为他得了密宝，纷纷对他进行暗杀。还好陈前出手相助，将他救下。为了不殃及家人，只好哀求跟在陈前身边。几人到了渝州城，便开了个武馆谋生。自从招了荀初灵这个学徒以后，武馆就再也没有生意上门。馆主你放心，等我以后成了江湖第1女剑侠，一定会让咱们武馆名扬天下。格局小了，要做就做女剑仙。也对，那就做女剑仙。这1年过去了，我都没有教你任何武功，你心里有没有怨言？有啥怨言？我的天资普通，在沧浪帮的时候，我爹就说过，这辈子能到8品就已经是烧高香了。家里还有亲人尚在，整日躲在外面，算怎么回事儿？把武功练好，你才有底气回家过年。陈新年微微一怔，还没明白这番话的意思。陈前已经向外走去。明天开始，我教你大雪龙拳。半个月后，陈前正在院子里为陈新年细细讲述大雪龙拳其中精要。院子外响起了荀初灵的声音：馆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慢着点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毛毛躁躁的？听说妖蛮又打到边关了，郡府召集全城的武馆主一同议事。我看了张贴的告示，咱们武馆也在名单上。边军守不住了吗？眼下战事如何？我来得太急，还没打听清楚。这种大事你也不问清了，你这丫头心可真大。官府找我们议事，主要想聊什么？可是要我们这些武馆出力。我寻思应该是的，馆主你能行吗？若是不行就快些跑吧，你不是本地人，武馆也没什么名气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算你这丫头有良心，你在武馆里待着，顾好燕北跟阿丑，我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馆主，你不要命了，那可是妖蛮啊！你这2两骨头丢到战场上，还不够他们塞牙呢。但妖蛮事小，官府相邀不赏脸才是大事。以后若想在城里混下去，这一趟烧香拜庙是少不了的。况且现在我们生意也不好，交房租时还得向他们借钱呢。师傅，你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，打开抖音，在我的界面下进入钱包点放心借，点击激活额度后跟着要求进行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咱们赚了钱还上就行。那样也好。馆主，我也去。行吧，等等，不要乱说话，看我眼色行事。馆主，见势不对就先应付几句，咱们回头再跑路。这位兄弟瞧着面生，不知是哪家武馆的馆主。新开的武馆还没来得及起名字，不如叫怕死武馆如何？对付妖蛮乃是我大理我人的职责，遇事就想躲，这名字才适合你们。兄弟勿怪，张馆主对妖蛮恨之入骨，并非有意针对你。无妨。各位馆主都不是闲人，本官就有话直说了。这次边城有妖蛮举兵进犯一事，相信诸位都已经有所耳闻。我等都清楚，大人有任何用得着的地方，只管吩咐。渝州境内大小郡城都会从当地武馆抽调人手支援，诸位还请放心，这只是提前做好万全准备。周大人，我们都是大理子民，抵御妖蛮更是责无旁贷。既然城内有用得咱们的地方，
我可以派30个武馆弟子去帮忙，我们也可以出30个。这位怕死武馆的馆主，大家都表态了，你为何不吭声？我们武馆才刚开张不到1年，人手实在不足。不过诸位说的对，同为大黎人，遇事自然不能躲。若是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亲自为渝州城挡一挡结束。好大的口气，你来怎么挡？若妖蛮举兵入境，寻常九品都要被生吞活剥，难道你是宗师不成？自然不是，有这份心就够了，此事就劳烦诸位上心了。周大人不必客气，妖蛮敢来，老子直接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我已派人通知了凌霄剑派，不会让诸位独自承担压力。凌霄剑派的掌门是武平榜上有名的5品宗师，有他们坐镇，确实稳妥不少。监察司呢？渝州城可是主城，难道就没有监察司坐镇？此话一出，在场之人尽皆沉默，连周文的脸色也难看了不少。本官还有些公务，诸位请自便吧。怕死馆主，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周大人的恩师当年就是被监察司冤告入狱，平生最恨那些狗腿子，他早已赶走了所有监察司的爪牙，你还敢当他的面提监察司？渝州居然没有监察司！他忽然明白过来，为何方老头生前留下的那封信会让自己带着燕北躲到渝州，连监察司都进不来的地方，恐怕就是大黎最为特殊的所在。这渝州之地，很有可能就是方老头故意留的破绽。老头子也真够狠的，连自己一手创立的监察司都信不过，算计的也太深了。师傅，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那是官府，又不是贼窝。您忘了我是江湖帮派出身，官府对我来说那就是贼窝。什么话都敢说，不要命了！这件事有些蹊跷。妖蛮侵扰边城，那是边军的事。就算如今朝中动荡，也不会影响到边军。渝州距离边城只有100多里。如果事情真如那位周大人所说，连渝州都动了起来，那就只能说明边城的情况很不乐观。妖蛮随时可能会踏破边关，杀入大黎境内。边城破了，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这只是一个猜测。渝州城地势特殊，算是前往大黎腹背的入口，光是城防军就有数万人，更不要说当地世家豪族豢养的私兵，加起来根本不输边城守军。渝州境内除了各个郡城的武馆，还有一些江湖门派，高手众多。如果妖蛮真的杀进来，他们不会坐视不理。总之这件事没表面上那么简单，妖蛮侵扰边城，郡府也该找世家和江湖门派议事。为什么要找武馆呢？真如那周大人所说，整个渝州都是这样。不必多心，咱们只是暂住，又不是安家。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大不了轻装上阵，直接跑路。我家在渝州城，爹娘也都在渝州城，我跑不了啊。只要人还在，家就还在，大不了带着你家人一起跑。2个月后，许多百姓聚集起来，准备引发哗变，冲破城门，前往更安全的内城。荀初林他爹本来也混在其中，逃跑时被官兵抓住。荀初为了救他爹，一口气杀了10多个城防官兵，因此荀初林在事后被郡衙通缉，文书贴满城墙。赏银700两，你的脑袋可太值钱了！10多年前9品武平榜上的高手也才值500两银子，难道现在通货膨胀了？馆主，你也太不负责了，你又没告诉过我，我现在这么厉害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早就说过，别让你爹去掺和那些事。内城既然要封门，就不可能让一群百姓把门撞开。我爹没错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和豪绅权贵一起躲进内城，连外城守军都被调走了，他们摆明是不打算管咱们的死活。那又如何？妖蛮又没来，住在外城和住在内城有什么区别？真当那些城防军会对百姓手软吗？等妖蛮真的杀到渝州，那就迟了。这座外城很可能就是牺牲品，或许只有卖了外城百姓，妖蛮才有理由放过那些内城的大人物，不是吗？说完，他看向陈前，陈前眯了眯眼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冬去春来，内城与外城的矛盾在这段时间愈演愈烈，外城之中甚至有一些人组建了反抗势力。陈馆主，不知你考虑的如何？如今内城那些大人物闭门不出，明摆着是要拿咱们外城当炮灰。你的武馆也在外城，加入我们也算有个照应。齐馆主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小武馆连学徒都没有，就算加入你们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况且我只是个安分守己的百姓，不想掺和什么大事。今日怕是要辜负你的好意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再打扰。陈馆主，往日大家虽然没什么交情，但好歹是同行一场。我再多嘴一句，您多多担待。妖蛮打到渝州城，那是迟早的事，想要独善其身，没那么简单。多谢齐馆主。这些疯子一天比一天过分了，我早该知道，什么狗屁反抗军，不过就是一丘之貉罢了。你今晚杀了多少？起码20人，都是些趁乱想要破开别人家大门、欺辱妇孺的人渣败类。燕北又看向陈前，显然有些异动。你不能去。
为什么？你跟他不一样，他脑子坏了，想做大侠，而你是想要印证自身所学。嘎人的目标不同，容易走岔道。馆主，燕北的武功比我厉害，他若是和我一起去，我们能救更多人。你的路不适合他。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馆主，实在不行我们就跑吧。讲清楚了吗？以你现在的武功，带着父母离开渝州不会有什么困难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家一起走，咱们一起离开渝州。还不到时候，你和陈新年马上去保护你的家人。现在怎么办？收拾些值钱的家当，把老牛牵上。我先去办一件事。你要做什么？如今城内大乱，想破开城门，将那些大人物一网打尽，这是最好的时机。男子在夜晚走路时发现诡异的一幕，他总感觉身后有人一直在跟着。当回过头时，发现一男一女钻进了树林，随即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。上前查看时，两人躺在地上，已经奄奄一息，吓得立马回头准备跑路。可此时身后等待他的是一只怪异的妖兽。第二天外城就传开了妖蛮入侵百姓，吓得都往内城跑。可是官员不给百姓开城门，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。官吏却在城内好酒好肉，歌舞升平。殊不知此时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正在向他们靠近。哥几个都喝着呢，跟你们打听个事儿。诸位谁姓杜？大胆，见了杜大人还不快点下跪？这位朋友可是为了营救周文而来。啥朋友？真不熟，你就是姓杜的。正是杜某。你为何不开城门放百姓进来，反而撤了守军？所以你是为那些草芥而来，原来是个傻子，拿他们换内城不受波及，这才是最划算的买卖。你一口一个草芥叫得如此起劲，我倒想剥开你们这些权贵的皮，亲眼看看与城外的草芥有何不同。吕大侠，嘎了他吧。你用刀还是用剑？应该都行，不过你好像有点东西，我还是用剑吧。好浑厚的真气，可惜今天要死在这了。可惜了，我这件新衣裳。下次挑开的就不只是衣裳了。你们可得看好了，这是凌霄剑派秘传绝学，吕大侠起杀心了。此剑过后你定无生路，可还要继续斗下去？还没跟六品打过，再试试。玉林刀原来是监察司的爪牙，你这是什么刀法？凭什么告诉你？大侠饶命，别嘎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监察司，你竟是监察司？认出这把刀就能好好说话了是不？既然你是监察司的人，如今大离江山正是风雨飘摇之际，你不在地京，来我这渝州城做什么？马上叫城防军到外城守门。不可能，城防军也想活命，外城那些草芥今天必须要死，妖蛮只有得到足够多的血食，才会放我们一条活路。既然杜大人最喜欢权衡利弊，若你不按照我说的做，对你来说才是赔本的买卖。一旦我死，城内谁都不可能指挥得动他们，不如再商量商量凌霄剑派在城中的生意，我们5-5分成，如何？谁拿5成呢？5-5分账，谁拿5成？这重要吗？还有谁能调动城防军？魔头，你才是妖蛮，我同你拼了！你们说的没错，妖蛮算什么？饿得过人吗？大人且慢，我知道还有谁可以调动城防军。杜狂涛，你这畜生应当被千刀万剐！喊什么喊？杜大人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，还当自己是郡守周大人呢？放我出去，我要想法子击退妖蛮。杜大人说了，熬过今夜就送你上路，想跟妖蛮斗一场，你等下辈子吧。什么熬过今夜？难道妖蛮已至外城？快放我出去！你特喵的找死！最后一晚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。什么情况？听说你能调动城防军，还来得及吗？内城的城门已被我打开，外城情况还不清楚，暂时可以确定妖蛮还没杀进来。好，那就还来得及。我还有一些同僚已被关在此处，有他们配合我，才能压倒杜贼的走狗，夺回城内兵权。你确实需要点帮手，姓杜的和他那些手下都被我嘎光了，靠你自己恐怕维持不住局面。要拆哪间牢房，你指给我。怎么回事？不光开了门，还把城防军给调出去了。城里那些大人物吃错药了吧？莫要分神，先带你爹去找郎中。陈新年步伐平稳，心中暗想此事应该和师傅有关系，但他没有证据，也不好乱说。周大人，除了各大世家的私兵，城防军已经全部调遣回来了，我们真的有希望吗？只要咱们守住这一夜，硬拼一场，到了白天妖蛮自会退去。希望还在，只看我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了。一夜过后，城外历经一场激烈厮杀，虽然有些波折，却也算是坚持了下来。城门口堆满了尸体，有各种怪异妖物，也有穿着兽皮的蛮人。大人，妖蛮退了。快去寻昨晚那位先生，妖蛮若是卷土重来，城内需有高手坐镇。让我和老牛等了一夜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陈前没有说话，此时疲惫的身体和一身灰尘，只想好好睡一觉。我们不跑了吗？先观察几天再说。昨晚是你做的？你指哪件事？
我回来之前去看过内城的城门，上面盖着你的掌印，城内除了你，没人有这种本事。人都被我嘎光了，没人知道是我做的。你这丫头现在比我还谨慎。真的杀光了吗？剩下几个舞姬，我总不好一起宰了吧？我当时满脸是血，他们认不出来。或许吧。时间一转，已经是半个月过去，那些妖蛮没再来侵扰渝州城，就像是消失了一样，再无消息。可是杜狂涛搞下的烂账，全都得周文去解决。周大人，夜深了，您该歇着了。经此一战，渝州城已经快要垮了。严爵，换作是你，你敢睡吗？你睡得着吗？回大人的话，属下不敢睡也睡不着，纵是累死，也要死在办案途中。但大人您不一样，现在的渝州城还需要大人来主持大局。那件事可有眉目？大人，那夜的目击者除了城门军士，便只有杜贼府上的几名侍女与舞姬。见过厉鬼先生的军士，我都挨个问了，按照他们所描述的特征，城内能找到几千个相同的人。杜府那些女子怎么说？他们什么都不肯说，无论怎么问，都只说当时太害怕，记不清楚了。咱们需不需要用些手段？都是些可怜人，问不出来便算了。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，在城内重金悬赏那位高手的消息，也许他会自己来见你。我已向京中传了消息，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朝中就会派人来支援，让你招募城中武者一事，做得如何？确实招到了一些高手，但除了几位8品高手之外，我最看好的是一个年轻人。哦，看来你招到了好帮手，说说看。他叫荀初灵，今年才17岁，便已是9品境界，一手无形无定的剑法十分凌厉。在杜贼一党祸乱渝州时，他保住了不少外城百姓，是个热心肠的。荀初灵，我好像有些印象，之前留抵了他的通缉，是你来说和让我作废了。不错，荀初灵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失手误杀几名城卫军，都是杜贼的拥趸。既是好苗子，那就好好培养。周文也没太在意此事，随即像是又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他才17岁就有这般本事，有没有师承？若能接触到他的师门，倒也是件好事。这我倒是没有探听，回头我去问问。第二天，严爵向荀初灵打听了几句师承，得知他是在外城一家小武馆练的本事，便也没再多讲。荀初灵倒是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馆主，严总捕这么问，该不会是想找你麻烦吧？我这种良民，一不偷二不抢，城中最乱的时候也没做过任何事，为何找我麻烦呢？那天夜里城门被人打开，绝对就是你做的。不是我没有，别瞎说，你这逆徒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荀初灵对那夜陈前做了什么只有一定的猜测，加上他最近混进衙门成了名街面巡捕，能接触到内城的一些传闻。他虽不知陈前到底是什么境界，但也知道这位馆主绝对非常厉害。师傅，这时陈新年看到一身红色巡捕服的荀初灵，荀大人，原来你也在，有失远迎了。你是不是讨打？我找燕北玩去。师傅，您吩咐的事我打听清楚了，城内确实有人在卖大药，500两银子一副。验证过吗？对方很谨慎，我只能通过中间人了解情况，想办法买一副看看效果。你和燕北想要迈进8品，都需要大药辅佐。师傅，这大药商人只肯在鬼市交易，我担心其中有诈，不如等我找些买过大药的武夫探听清楚。鬼市，我今晚去看看。我陪您一起去。不用，你那2、3下本事，别再折进去，反倒给我添麻烦。师傅，这段时间渝州城来了很多外人，您可千万要当心一点。到了夜间，陈前改头换面，易容成一个满脸凶煞之气的江湖人，连武器都没带，换了套夜行衣，直奔鬼市而去。你这儿在卖大药，500两不议价。我看你半天也没做成一单生意，是卖的贵了，还是东西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你得用了才知道。至于价格，放眼整个渝州就没有人比我卖的更便宜。拿一副看看。你等着。说完就转身钻进背后的破屋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东西怎么用？拿去泡药浴，3天1次，一副药能用半个月，每次不能超过1个时辰。药浴知识运转真气，吸收药力，便可加速气力入髓的进程。陈前拿起药包轻轻一闻，却闻到一股怪异刺鼻的味道。你这是毒药啊！你放心，绝对有用。我不是只做你这一单生意，渝州城也不是只有你买了我的大药，况且是药3分毒，能够刺激入品武夫气力入髓，必定得是猛药。你还真当所谓的大药完全无害不成？有点道理，我下次想买还是来鬼市找你。摊位会不会变化？摊位不变，但我最多能在渝州城待1年。可以。陈前也没多说什么，提起药包转身就走，回到屋就开始研究起这包大药。这毒很烈，至少有2种毒物跟夺魂铁撞了材料。夺魂铁是他精心调配出来的顶级毒药，经过实战验证能毒杀6品武夫。陈前略有迟疑，随后叫来陈新年。这大药的毒性猛烈，虽然有我在旁看着，你的命丢不了，但绝对会吃些苦头。你确定要试？师傅，我见过帮中兄弟用大药，就没有谁不吃苦头的。如果这点苦头都吃不了，还谈什么8品境？那好，准备浴桶吧。陈新年却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场褪去衣衫，钻进热气腾腾的浴桶里。陈前就站在旁边看着他，随时做好出手救人的准备。
别逞强，不行就算了。我还能行。看着陈新年脸上的痛苦之意渐渐消散，陈前掐着时间带到一个时辰，可以出来了。确实管用，在药浴中运功，气力入髓的进度变快了。用毒性刺激气力入髓，这思路不错，很大胆。就不知这是他的独门配方，还是所有大药都走这种路数？师傅，据我所知，大药的使用过程都会伴随一定痛苦，不过越是顶级的秘方，痛苦程度便能减少一些。至于是不是全都有毒，这一点应该只有掌握了秘方的势力才清楚。大药的事先不要告诉燕北。明白。不知不觉又是3个月过去，在这期间，陈前一边给陈新年用，边研究大药的配方。只是当燕北听说陈新年先用过几副药的时候，看向陈前的眼神有些复杂。陈新年那是替你以身试毒去了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想快点突破。这药你可以给寻出灵一起用，看你自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随着自己实力提升，这种毒药迟早会彻底无效。配置倒不麻烦，就是材料比较难搞。看来还得去一趟鬼市。你才刚买完一副药，这么快就又来了？这次不是来买大药的，今天买这些。你想找事？别误会，我有自己的用处。这毒很厉害，那些药材不是很好找，大部分要拿来配制大药，可以匀给你一部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想加钱，你报个价都可以商量。不加钱，我成本价卖给你。不过未来如果我有事找你帮忙，你要帮我一次。我一个买大药的，还没到8品，能帮你什么？我既然敢出来卖大药，也得有点眼力。每天来往客人这么多，只有你的契机是我看不穿的。所以你若不是普通人，就是7品以上的高手，会是普通人吗？陈前愣了愣，打量了摊主两眼，也露出笑容。每个月至少2份药材。成交。未来你遇见麻烦，我帮了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你就不怕我食言？我是个生意人，做生意是有风险的。况且只要你对我还有所求，就不会眼睁睁见我遭殃。这话让陈前微微一怔，想起了多年前自己初次见到方老头那一幕。那时候老头子也自称是个生意人。回想起那时的情景，陈前笑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若哪天我不在摊位，便是遇到麻烦了。感谢关注，下期再见。女子第一次尝试不脱衣服洗澡，并且旁边还有一男子全程陪护。因为桶中不是普通的洗澡水，为了进一步看清女子药浴后的经脉变化，于是第2天打算上街给她定制一套现代版泳衣。可没过多时，便遇到了女子的仇家。过往百姓却像是没看到他们一样，刚靠近身边就被某种力量给轻轻隔开。能外放这种契机，看来几人都有点本事。回武馆收拾东西跑路。我才不走。陈前没有再劝燕北离开，而是做出随时准备动手的姿态。好久不见了，郡主，咱家此番前来并无恶意，只是奉命来给您提个醒。你也不用那么多废话，几品修为，打还是不打？他是6品，6品5平第2，定海手云娇。嚯，大人物啊！都是些虚名而已。今日我来了。你这也叫6品5平第2？回去告诉你主子，小爷我这就带着燕北跑路了。有什么活路，让他留给自己吧。陈大人，您拒绝国师的善意，下次来的可就是宗师了。来一个我嘎一个，嘎到大黎没有宗师，敢为你们卖命为止。你护着他便是与大黎为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云大人，离远点，他的真气压着咱家，当心要了你的命。方毒州的弟子竟有这种气候？监察司，当真有这等天命吗？你没事吧？那烟狗有点本事，不过他硬接了一掌，真气贯体，没有高人出手救他狗命，他活不了多久。也好，云娇是国师的人，当场嘎他不是好事。嘎不嘎他都不紧要，他们找到渝州城来，证明是真打算动手了。先带你跑了再说。万一他们真的派宗师来追杀，你就把我交出去吧。怎么怕了吗？我都没怕，你怕什么？我怕你死。我当年对你说过，只要不会害我，丢了性命我都会尽力照顾你。现在还没到那时候，别怕。说完，他便在武馆最显眼的地方给寻出灵留下书信。陈新年已在不久前就已经回家了，他带着燕北和老牛并未直接出城，而是向着鬼市走去。临走之前，他还得再欠下最后一个人情。没想到我的麻烦还没上门，你的麻烦就先来了。不用太久，想办法让这江湖乱一乱，给大黎找点事做就行。我说今日云娇为何会入城，原来是为你而来。不过我只是个卖大药的，从未接过这种活，你怎么知道我能帮到你？敢卖大药能是什么普通人？消息的内容你自己想，当然如果能有佐证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这是祁龙山秘宝，有实物在，不知道够不够分量。2年前金云城死了几十个江湖人，8品都折了好多个，原来那件事是你做的。欠你的人情，以后有机会还你。你连个凭证都没有，我怎么信你？留好这张面具，往后不管是谁，只要拿着这张面具，都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。我叫齐飞，以后若真的求到你头上，你可不要不认账。你放心，上下3代都有效。都要跑路的人还真能吹牛。
几天后，渝州城少了一间无人问津的武馆，却多了条江湖传闻。祁龙山秘宝再次现世，陈乾带着燕北一路远去。这次他决定躲到关外。国师，云大官失手了。他用了几招？毒州内传来一个无喜无悲的声音，一人跪地不起，迟迟没能回复，已是冷汗直流。原来是一招。方毒州，你收了个好徒弟，可惜不为我所用，那便只能死了。也不知年哥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他好歹是沧浪帮少帮主，过得肯定比我们好。这段时间大黎的风声如何？你留下的祁龙山秘宝被大空寺得手了，不排除是朝廷有意为之。毕竟大空寺是一流门派，用来平息风浪最好不过。大空寺出手，代表大黎想要维稳，看来皇位真的有着落了。现在你还是不怕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再有半年我就18岁了，你答应方掌柜的事已经做到，别为我丢了性命。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？情况不对，我会带着老牛跑路。那就好。陈乾没再搭理他，迈步离开院子。你要喝什么？看你眼生，什么时候换的老板？之前的老板被妖蛮害了，我才接手没几天。老板笑了一声，两人好像已经看对眼。老板用极低的声音与陈乾交流了几句，已经查到北荒了。还有多久能帮上忙啊？你比上一任老板懂事，熬过这一劫，富贵在后头。老板望着陈乾的背影，眉眼间有些激动之意。他飞速写了张纸条，攥在掌心，末尾是一只类似眼睛的符号，代表着监察司。3天后，北荒镇集市上又来了几支陌生队伍，一看就不像商人，貌似来者不善。公子，这北荒镇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估计连客店都没有，您要委屈一夜了。出来游历，主要是为了增进一番见识，这点小事无伤大雅，随便寻个百姓家借住一夜便是。大印距此路途遥远，观此人言谈举止，应该是大印权贵，恐怕来者不善。派人盯着点，若真是游山玩水的，警告2句便算了。把底下的人散出去，北荒镇不大，快些将人找出来。明白。我们什么时候逃？放心，外面有咱们的人。能信你吗？北荒镇是个苦差事，能来这儿的未必对监察司忠心，也未必对大理忠心，但一定是对业主忠心。属下也是一样。你要接方掌柜的班，监察司未必会认，但是会有很多人想要你死。方老头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：业主是人，不是块破牌子。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无论他坐不坐在那个位置，他都是业主。在他死后，谁有本事谁就来当这个业主。旁边的酒肆老板身体一惊，知道这确实是那位业主会说出来的话，面露激动神情。监察司是方掌柜一手创立，没人比他的威望更高。你想接这位置，要过的第一关不是皇权，而是监察司内那些不服你的人。让我自己去吧，我对国师还有用，他未必会嘎我。你还是不明白，方老头死后，没人敢做这个业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只知道以你的性格，没人能逼你做什么。因为方老头是被人打死的，监察司那一群废物不敢接过这仇，只有我来。我在方老头坟前说过，那人断了他10年寿命，我得替他讨回来，所以我必须是业主。谁若不服，就一刀砍死，送他去方老头面前喊冤。敢问业主，等会儿我们要嘎谁？谁先露面就嘎谁。感谢关注，下期再见。等会儿我们要嘎谁？谁先露面就嘎谁。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今日谁敢靠近夜石笼罩之地，斩！让路。抱歉，此路不通。你的大印官话不像伪装。据我所知，能让大印权贵掺和这潭浑水的，只有国师聆听白衣人。关阁下之行事，想必阁下便是监察司怒佛皇将。知道我的名字还敢拦路，看来国师花了不少代价才能请你出手。不过就凭你也想杀业主，看来这其中有些误会，事后再与黄大人解释吧。郡主别来无恙，我本以为新任业主会是个智计无双之人，没想到竟也会成匹夫之勇。我是个实用派，匹夫之勇如果能成事，那就证明他管用。是吗？外面那些为你而死的监察司之人可不会这么想。那些人不是为我而死，他们是为了业主而死。你不就是业主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在黄江来之前，我得送你上路。我这人有一个习惯，不愿与死人多言。这一刀已有方独州5分真意，但还不够。方独州只教了你这些东西，看来他到死之时也改不了吝啬本性。现在就让你知道，为何武夫迈入五品便会被尊称为宗师。黄江，他只是方独州的弟子，不是方独州。监察司真要护着他。戚玉华跪下领死。我血燕阁从不会放过目标，这次我不敌你黄江，下次自会有其他人接手，你护不住他。你可还撑得住？死不了，所以你就是方老头留给我的后路。义父不会把所有希望都赌在一个人身上，若他留了什么安排，应该不只有我。陈乾了然点头，朝戚玉华逃走的方向追去。5品宗师若要全力逃命，你追不上他。还有人会帮我追上他？难道是暗司？好一个业主！此人得了方独州的真传，若不嘎他，
以后哪里还会有薛燕阁的立足之地？监察司，此事还不算完。可还没等他彻底泄过气，一道身影似乎早已等候多时。怎么跑不动了吗？监察司有你这样的业主，对于大理而言将是一场浩劫，能带你一起走，倒也算是件好事。看到你这种人在死前也会心系大理，倒是有点感动到我了。可惜我这人怕死，不能如你所愿了。方独州最厉害的本事是刀法，你没学到精髓，不如我教你一剑。现在拼命太迟了点吧？我是杀手，只要能铡人，永远都不迟。酒肆之内，黄江与那名平平无奇的女子都坐在里面。燕北用警惕的眼神看向那个白衣公子。正当店老板在旁边瑟瑟发抖，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陈前进来了。几位都已经喝上了，打赢了。被伤成那样，要是还打不赢，那我还回来做什么？见过业主，还不算是。能让怒佛黄江和暗司子怡联手，世间只有业主一人。他们是看在方老头的面子，可你是奉谁的命令过来凑热闹？实不相瞒，并没有人命令我，我非大黎人士，大黎朝的斗争与我无关。这次过来，只是想亲自见一个人。听闻大印九皇子天赋异禀，年幼时拜入东湖山庄习武，不消20年光景，便已成为五品宗师，在大印江湖上还得了个玉公子的美号。想不到居然敢孤身跑来凑大黎的热闹。前辈面前不敢自称玉公子，在下谢秀，叫我一声谢九亦无不可。你说想亲自见一个人，不知是要见谁？谢秀笑容不改，抬起目光看向燕北。我不认识你。郡主当然不认识我，我也是半年前才听说了沈清寒这个名字。方老头又给我上了一课。燕北这名字取得有趣，确实有趣。燕北一个字取自燕都，另一个字取自北非，合起来便是郡主亲生父母的线索。这位玉公子如果放在大黎江湖，算是什么水平？未必能进五品5平。大黎江湖确实比大印强出一线，但我这点微末本事也代表不了大印江湖。与你相比如何？仗着宗师契机，能过几招，久战他必死。也就是打得过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抽他啊！这里是北荒，不是大黎。监察司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大黎。你这话若是被新皇听到，监察司就要倒霉了。新皇是谁？6皇子已经尘埃落定，登基在即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们来得这么快，看来真正的麻烦还在路上。谢九没说错，他的身份比较敏感，不管是谁登基继位，都不可能留他性命。老头子欠的债没人还，我凑合着还一点是一点。你就不好奇他的真实身份？我只知道他是老头子临终托付给我的人，几年相处下来，就算是养个小猫小狗也会有感情，何况是个活人。在我这里，沈清寒是谁并不重要，他现在的名字叫陈燕北。你该知道，义父此生就输过一个人，而他输给对方的真正原因，便是被拿住了把柄。想做业主，你不必无情无义，但最好别暴露缺点。卷入这场是非当中，往后会有很多人盯住你，他们都会在暗中等你犯错，若稍有不慎，便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叫陆墨，暗司除了我之外，应当还有一个人会帮你。明司那边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业主大人，方才多有冒犯，是我的不对，现在咱们可以说正事了吧？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时间不多，尽量挑重要的说。说话之前稍微思索一下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心里要有数，免得再挨一顿抽。大黎皇室欲与大印皇室结成姻亲，我的亲弟弟被选中了，而大黎这边的人选应该不用我说，业主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。我这次来就是要亲眼见一见沈清寒，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看也看到了，还赖着不走，是想等饭吃？业主，远嫁大印是沈清寒唯一生机，因为只有变成两国建交的象征，他才能活下去。这便是大黎国师当初指给他的活路。5天后，大于国境之内，燕北跟在陈前身侧，表情闷闷不乐。你要跟着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我这次出门本就是为了游山玩水，自然得到大鱼看看，正巧同路而行。若郡主见我厌烦，我再退开10步吧。他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不论他有没有安好心，至少这几日确实帮我们挡了些麻烦。免费的宗师打手，咱们不要白不要。也有道理。你好歹也是位皇子，离开家乡这么远，家里没人管你吗？陈先生还是业主呢，不也没在监察司坐镇？我这业主名大于时，监察司首领之位空悬多年，离了谁都照样运转。不知业主对我先前的提议考虑的如何？这几天你说了太多废话，就不知指的是哪件事了。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郡主的活路在大印，这是事实，而非你我所能左右。国师想让我嫁到大印，是为了他的计划。对我而言，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死。真倒是不可为那一天，我就把这条命送给他。清寒郡主，大黎国师文韬武略，乃世间奇才。如果这是他的计划，那便一定有他的理由。过刚易折的道理，相信你也清楚。关乎性命的大事，我希望2位能够慎重考虑。你的意思呢？
不嫁，大不了一死。感谢关注，下期再见。他明明是个小偷，却从不偷东西。凡是他经过的地方，只要想得手，下一秒就已经在他手上了。被偷过东西的都知道，这完全不叫偷，可能是一种魔法，并且第二天还会把到手的东西拿到街上光明正大的叫卖。不仅有绝世武功秘籍，而且还有鸡鸭鹅各种家禽出售，引得诸多路人围观。你不是说昨晚你家丢了一头猪吗？是啊，好像就是这一头。哎，这位大哥可不要乱说，大头肥猪家家有，你如何证明这猪就是你的？哎，这。小老板，你说你这儿的武学秘籍应有尽有，这话可当真？我既然敢出摊，那就不会糊弄人。天下武学，只要你叫得上来名字，都能从我这儿买到。好大的口气，你这儿真有大派武学？东西我自然有，就怕你不敢买。你有真东西，我为何不敢买？看几位，要么就是野路子，要么就是给官家办事的高手。你们到底是不是来买东西的？说说你为什么觉得我是给官家办事的？江湖之上，但凡有名有姓的高手，不外乎3个来头，但没看出来你们是什么高门大派，所以只能是前面2个。我想买一部轻功，最好是到天门的，不知你敢不敢卖？你敢买，我自然敢卖。那好，这银子便是定金。你怎知我没有现货？到天门以轻功名传于世，每代却只有1个传人。你就算去偷去抢，或是临时给我编一套出来，那都是要时间的。你这人有意思，给我3天，3天之后我去找你，准备好5000两银子。3天后你该知道怎么找我。小兄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劳您操心，请了。业主为何要与他做生意？有卖家就有买家，做生意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到天门的名声在3座江湖都不算太好，看那小子应该就是到天门传人。业主难道就不怕惹火烧身？你说错了，惹火烧身的人应该是他才对，碰上我算他倒霉了。到天门传人就是当年害了年哥那人，十有八九。所以业主与这位到天媒人还有一段过往旧仇。那倒谈不上，还是那句话，争论对错并无意义。我这人不问对与错，只问想与不想而已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位到天门的当代行走要倒霉了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江湖上出了件大事。有话就赶紧说，卖他喵什么关子？前些日子有人打伤了神臂门的掌门侯清。侯清，我记得他是7品吧？7品输了有什么稀奇的？这些高手与丰州曹帮多有往来，要我说，这段时日江湖上不会太平了。那与我们有啥关系？酒照喝，肉照吃，不关咱的事。陈先生，看来最近这丰州也不安全了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这话你没听过？我管不了那么多破事，大不了躲着走。此话倒是不假。陈先生还在等那个到天门的人，我看他应当不会再来了。做生意讲诚信，也讲体面，钱我准备好了，若他不要这份体面，我就帮他体面。那到天门的人惹了陈先生，往后怕是睡不好觉了。陈前没说话，垂下目光的同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正是那位年轻摊主。不愧是到天门的轻功，果然厉害。过奖过奖，银票呢？不懂规矩了是吧？我如果要偷这钱，你可留不住，这是你要的货。怎么称呼？好说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到天门第9代传人玉清君。好名字，东西保真吗？我就是干这个的，还能卖你假秘籍？这可是你们到天门的传承，宰卖野田，败家东西。谁的传承都一样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到天门不讲究那些破事。既然缘分到了，你敢开这个口，我就敢拿真东西给你。武学传承是一个门派的命根子，你就不怕惹麻烦？话还没说完，玉清君的耳朵动了动，确实有麻烦来了，帮个忙，别说见过我。不愧是神偷，佩服。很快，一名女子带着家奴上下打量着谢秀。这位姑娘有何指教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并不是姑娘要找的人。我家小姐问你叫什么，如实回答便是，哪来的废话？谢秀满面无奈，自是不愿与家奴走狗一般见识，更何况真在这里动手，搞不好是给陈前惹麻烦。他向陈前递了个眼神，有些询问的意思。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。你不用怕，我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。我叫倪千羽，你们不是大鱼人吧？确实不是，在下姓谢，单名一个九，大印人士。谢九，我记住了，等抓到那小贼以后再来找你。你有没有见过那人？姑娘指的是谁？总要有个特征吧？一身打劲装，20多岁，看起来贼眉鼠眼，不像什么好东西。可有见过？未曾见过姑娘所说之人。你呢？我们2个坐在一起，他没见过，我自然也没见过，不知那贼眉鼠眼之人怎么惹到你了。若是大事，我们2人也能帮忙找一找。那混蛋偷了我一位好友的东西，令他最近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消瘦了许多。你说这算不算大事？哦，被偷的是什么东西，竟如此重要，可有报官？总之这东西十分重要，你们若有任何线索，就来倪府找我，只要消息属实，便有500两的报酬。若我们抓到了他，赏银能有多少？你们若能抓到他，要多少银子有多少，上不封顶。这是信物，有什么消息，拿着他到倪府找我。这，看我做什么？
这个玉清君啊，关他什么事？有没有玉清君，你也难逃此劫。这大鱼女子是比大黎的直爽得多，初次见面便连定情信物都送了你。我看她家世不差，虽有些贵气，却不娇蛮，与你也算是良配。陈先生，这信物你我2人皆有份，可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但他只给了你1人，我的又在哪儿呢？真这么为难？丢了便是，你拍拍屁股回去当你的皇子，难道他还能追到大印去？陈先生这是想趁机赶我走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只是给你一个合理的提议。走是不能走的，大不了我亲自出手，将玉清君抓回来交给那位尼姑娘。不过玉清君到底偷了什么东西，能让那位尼姑娘的朋友神伤至此？也不知你是真傻还是假傻。大燕皇室难道什么都没教过你？我5岁便拜入东湖山庄，最新习武不问世事，与其他皇子的经历不太一样。叫一个女子神伤至此，还能是被偷了什么？难道玉清君偷了人家的贴身之物？孺子不可教啊！谢九，你可要答应我，以后千万别参与皇权斗争，我怕你那几个兄弟把你玩死了。还能是偷了什么？偷东西的是贼，偷心的自然也是贼。偷心贼，只怪那位尼姑娘没把话说清，倒是让我闹了个笑话。一转眼半个多月过去，倪千羽借着抓贼的名义，3天2头往谢秀家里跑。尼姑娘，你整天往谢九这儿跑，是不打算抓那小贼了？我在城中散了人手，迟早能抓到那小贼，不劳你费心了。我就是多嘴问问。最近丰州不怎么太平，我家在外的商队也多有折损，这段时间你们最好不要离开庆城，免得我照应不到。外面出了什么事，连倪家商号都摆不平。半个月前有人针对曹帮上门挑事，所以有些人站出来趁火打劫，想要发一笔横财，都是些江湖上的乱子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一直忘了问你，等抓到那小贼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你觉得呢？总不能是嘎了他吧？若他犯的是死罪，你早就动用倪家高手去追杀他了。等抓到他，直接押送到我那位好友家里，让他们2个拜堂成亲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谢秀也跟了出去。有这等好事，也不知道这小子跑个什么劲儿。不跑又能怎么办呢？感谢关注，下期再见。女子一边走路一边撕碎自己的裙子，然后挂在路边的树枝上，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件衣物。随后每走一步又往地上扔一根金条，再把走过的痕迹掩盖，伪造出朝着几个方向逃走的假象。可身后的歹徒也不简单，伸手取了条碎布，又看了看周围的布置。这位大小姐倒是机灵，可10两银子一瓶的玉露香，味道真的不错。几人本是城中有名的富商，因被奸人所害，要对其赶尽杀绝。上级玉清君的出现，2人聊了许久后，就收到倪千羽留下的要连夜跑路的书信，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身边就有2位武林高手。谢九得知女朋友出事了，异常激动，于是2人决定必须得前去营救。三叔跑不动了，你自己去逃命吧。早就说过，让你不要糟蹋自己的身子骨，再坚持一会儿。三叔就知道你有出息，以后咱们倪家的生意交到你手里，那肯定是错不了。还是先熬过这一劫再说吧，熬不过去，兴许以后就没有倪家了。是啊，本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晃眼就变天了呢？呵呵，你们得罪了什么人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倪大小姐，九爷不会嘎你，我劝你别自找苦吃。你就是唐九，不配用这个名字，因为他的对象名字中也有个九字。说完，便举起短剑横向自己的脖颈。倪千羽知道自己落在这群人手中会是什么下场，所以他宁可去死。但那手持窄刃长刀的男人丝毫不急，因为在这5步距离当中，倪千羽想要在他面前自杀，可谓是难如登天。男人随即挥刀就要击落倪千羽手中短剑，可当他的长刀挥出，表情忽然为之一变。只见长刀前端不知何时出现一只修长手掌，轻轻捏住了刀刃前端。你又是谁？陈前并没有理会他的问题，而是看向倪千羽。替你收尸的差点变成我了。倪千羽愣了愣，他做梦都想不到陈前竟会跑来救自己，随后就看向周围，却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那个人。别看了，他还在路上。倪千羽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，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应该问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。说着话的功夫，陈前手臂微动，对面的男人连反应都来不及，便已经吓尿了裤子。你这一路上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，唯独漏算了一件事，玉露香敢卖10两银子一瓶，味道确实出众。原来破绽出在这里。他暗暗记下，以后绝不再用名牌香水。这时，被夺了长刀的男人也意识到陈前是个高手。阁下一定要妨碍曹帮办事。曹帮以后可就没有曹帮了。话音未落，陈前忽然动了起来，只见其余人已经人头落地。丰州境内何时出了你这么个狠角色？关你屁事！我懒得嘎你，你的命自会有人来取，别着急。敢和曹帮为敌的你不是第一个，比你狂的却少之又少。你说我的命自有别人来取，我倒想听听，到底是谁要来取我唐九这条命？话刚说完，那男人来到倪千羽，单手掐着他的脖子，不想他死就让路。本来你还能落个痛快的死法，现在这又是何必呢？我叫你让路，想救这女人，把路给九爷我让开。动手啊！不用跟我说这些废话，你有胆量就赶紧嘎了他。你以为我不敢嘎他？我动手就能扭断他的脖子？动手！你哪里来的手？
这话一出，随即就看到一抹血色在眼前飞起。你来得太慢了，再晚一步我就嘎完了。剩下这个交给你。多谢陈先生。谢秀面沉如水，缓缓放下手掌，随即身形微晃，已是来到唐九面前。你该嘎了，宗师。你真的要去吗？曹帮大当家陆京是成名多年的宗师高手，其余几位当家也尽是六品武夫，你们2个人未必能讨到什么好处。如果你是为了倪家的事，大可不必以身犯险。我不想你出事。我认识的倪姑娘不像是会说出这种话的人。我是喜欢你没错，但这2件事情不可混为一谈。倪家遇到的麻烦，自然该由倪家解决。若是凭着这点情分去要挟你，反倒坏了交情。我们盯上曹帮是因为有利可图，帮倪家平事只不过是顺带而已。若你过不去心里这关，可以再补上点银子给我们。倪家的银子好拿，曹帮就不一样了。他在丰州盘踞多年，经营下来的势力远远超乎你们所想。对这种庞然大物动刀子，纯靠蛮力是不行的。这么说，你有好办法，不如说来听听。曹帮掌握着丰州境内的河运生意，黑白2道都能说得上话。即便干掉陆京与一众当家，后续也会有不小的麻烦。想要动他们，需有一个合适的理由。比如说呢？大于朝廷，你不必指望，丰州府也万不敢拿曹帮开刀。最好的办法便是找其他人借势。现如今与曹帮开战的那伙神秘人，就是一大梁柱。倪姑娘莫不是想要我们与那些人联手除掉曹帮？都是靠刀剑来说话，结果又有何不同呢？那伙神秘人必定是过江强龙，敢拿曹帮开刀，恐怕也早就布好了善后的手段。更何况曹帮连日积损，已经出现颓势，忽然对我倪家动手，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信号。江湖上的事情我虽不懂，但想来也与做生意没什么区别。大家永远都只会站在胜利者的那一边，谁赢他们就帮谁。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。不错，你这话倒是精辟。曹帮多年积威不会一朝散尽，归根结底还是得杀了陆京。没了这位宗师坐镇，岸边观火的众人才敢动手。况且与曹帮为敌的那伙人藏头露尾，想找到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嘎人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至于第2件事，交给我去办。倪家在丰州也不是毫无根基，这次曹帮把事做绝了，我们总要回敬一番，正好让我设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你要搞清楚，是我救了你。陈先生说的没错，这次若非他出手相助，等我赶到就太迟了。陈先生的救命之恩，我也不会忘。别光嘴上说，拿出点实际行动来。无论陈先生有什么要求，只要倪家能做到，都绝无二话，尽管开口便是。倪千羽是个聪明人，知道陈前特意开口肯定是有条件的，所以他甚至没提银子的事儿。毕竟倪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，用钱都难买到的东西，或许才是陈前真正想要的。1日后，庆城一间客栈里，玉清君捻起花生米送进嘴里，慢悠悠道：曹帮大当家叫陆京，5品宗师境界，曾在定阳总盟做过一段时间的堂主。2当家郑屠，3当家尹东，还有4当家唐九，都是6品武夫，3个6品，1个5品，就能盘踞丰州多年作威作福。难道就无人不服曹帮吗？那自然是有的。你家现在不就在找那伙人吗？消息就是这么多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可是听说你打算做一笔大买卖，才特意跑过来帮忙的。几个6品当家已经被你们干掉了一个。这倒不是什么大事，甚至连陆京本人都不算什么强敌。你跟他联手杀陆京，不比杀只鸡费劲。问题在于，动了陆京，等于动了丰州很多人的利益，他背后的定阳总盟也不会坐视不理。打了小的，来了大的；打了大的，来了老的。这路数我熟，只不过定阳总盟应该也算是江湖一流势力，为了曹帮大动干戈，应该是犯不上的。那谁说的准呢？总而言之，动曹帮简单，善后却是个问题。要我说，这大生意没那么好做，不如让倪家服个软，给点银子消灾算了。有你这么个宗师撑腰，陆京多少会给点面子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找你是来出谋划策，不是让你打击士气。反正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具体应该怎么办，还得你们2个拿主意。陈先生觉得呢？我倒是无所谓。严格来说，曹帮没惹到我头上，你那小情人的麻烦，如果能解决，不杀他们也可以。但我相信你也应该明白斩草除根的道理。既然已经得罪了对方，不如一次斩绝后患。这话我赞同，曹帮可不是什么善茬，就你们杀的那个唐九，平日里最喜欢的就是凌辱良家，到他手里的女子不出3天就要被糟蹋死，也算倪家大小姐运气好，结交了你们2个，否则他现在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陈先生可愿助我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喝完这顿酒，咱们就去送陆京上路。感谢关注，下期再见。